深夜的小镇，这出现了百鬼夜行。一向胆小的大雄却选择勇猛出击，但猛鬼的最终目的却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拆家。到底此等恶鬼出自何方呢？看到关键剧情，电视突然宕机了，大雄只能无能狂怒喊老妈。老妈上来就是一套空手道，电视机竟被神奇的敲好了。坏了的还不止电视，还有吸尘器，只能靠最原始的工具让大雄当扫地机器人。大雄满肚子苦水无处发泄，胖虎就传来了另一个噩耗。小夫家的别墅堆满了各种家具电器，难不成这是要搬走了吗？胖虎更是一番深情，小夫你不把我们当朋友，搬家都不说一声。谁知这竟是个大乌龙，人家小夫家最不缺的就是钱，只要出了新款，旧款就配不上小夫的身份了。小夫更是口无遮拦，你们难不成是来捡垃圾的吧？这话伤害性不大，侮辱性极强，有钱任性，让大雄两人觉得忍无可忍。蓝胖子拿出百鬼现象，决定用它惩罚小夫。这道具可以召唤出废品中的灵魂，深夜使用效果更佳哟。大雄一听可以整蛊小夫，那必须举双手赞成。两人来到小夫家，蓝胖子对着废品就是一阵迷魂香，然后来到2楼放好百鬼现象。大雄满心期待能把小夫吓到当场吐，可长了腿的废品先让大雄破了防。废品们喊着 Oh my god， 用我用我，冲向了小夫家。小夫的家门都快被敲爆了，可开了门，一张巨脸吓得小夫嗷的一嗓子就开跑。小夫妈还在享受着最新款美容仪，可成了精的旧款美容仪和成吨的家具吓得小夫一家瑟瑟发抖，差点当场过世。这还没完，为了证明自己还有用，连家具都知道拼命努力，这正合了偷懒小能手大雄的心意，决定把他们都带回家。为了不吓坏小镇众人，蓝胖子决定晚上动手，但这一切都被胖虎听到。蓝胖子这面忙着去约会，丢下大雄自己走了。大雄在家放好线香，就等着半夜大丰收了。2点闹钟一响，大雄麻利的就蹦了起来，可左等右等也不见废品来。大雄这才发现线香被偷了，拖上睡眼朦胧的蓝胖子就开找，谁知蓝胖子路遇喵星人，直接又去约会了。此时的废品一路经过静香家，静香吓得认为这绝对是做梦。刚经历完酒文化的老爸定睛一看，瞬间就醒酒了。大雄也终于找到了废品，挡住去路想要截胡，却被推了个人仰马翻。两人一路跟随，终于发现了背后黑手，竟然是胖虎。日防夜防，胖虎最难防。大雄说什么也要夺回电视，可就他这小身板，没被踩成肉饼已经算万幸了。胖虎打开大门，无比热情的迎接，却吵醒了老妈。一听胖虎要将他们大用特用，废品们高兴的就开始原地蹦迪。还没等老妈开启暴走模式，就因为承受不住重量，把家都给拆了。看来废品虽好，也不能贪心哟。那么如果有一天家具突然有了灵魂，小伙伴们会害怕吗？不要走开，下集更精彩。曾经一扇能将孙悟空掀翻10万8千里的芭蕉扇，如今却成了大雄助人为乐的手中扇，上能带妹子飞天看夕阳，下能变电动马达当车夫。大雄是如何做到的呢？听着法国进口古典音乐，感受着来自庭院的自然气息，仿佛自己都置身于春意盎然的自然中。可大雄偏偏不知感恩，小夫也不是活菩萨，这就蛊惑众人要送走某人。谁知静香突变护肤宝，要与夫君共进退。回到家的大雄还在自嘲谁家没有风似的，可这都好赶上撒哈拉大沙漠的热浪，还是让大雄羡慕嫉妒恨起来。蓝胖子一听只是要疯，立马掏出了芭蕉扇，这可是铁扇公主的随身之物呢。只要对着芭蕉扇说出想要的风，再轻轻一扇，就让大雄仿佛迎来了第二春。蓝胖子又给调成南极的暴风，差点把大雄变成冰刀艺术品。蓝胖子又换了个南方小岛风，立刻让大雄沙滩海浪仙人掌椰子芒果哈密瓜了。眼看这东西就是传说中的避暑神器，大雄必须要借来一用。此时的胖虎已经决定在小夫家常住了，小夫惊得连个声都不敢吭。大雄来到小夫家，就送上了一波热带雨林风，让上一秒还置身于清凉一下的胖虎仿佛一下子来到了火焰山，瞬间觉得谁家都没自家好了。小夫也觉察到古怪，大雄本以为要跟小夫正面刚了，可人家小夫感谢大雄帮自己赶走了胖虎这个巨婴。眼看恶作剧都能助人为乐，大雄决定好人当到底，来到媳妇儿家就要送上爱的暖风。
景象仿佛置身于开满郁金香的花园中，大雄喜得好感加一。这时，一辆模型飞机冲着大树就去了。大雄用芭蕉扇扇出强风，成功拿回飞机，还给了小朋友。此时的蓝胖子在家扇着破扇子喝着茶。同样的，还有一对老人。善良的静香借来扇子，送了2位老人夏天的凉风。棒球场上，眼看球就要被接住，大雄一记强风，送了人家一个全垒打。商业街也因为太热无人光顾，大雄用风传播香味儿，引来一堆吃货排成了长龙。蓝胖子在家吃着刨冰，生怕大雄惹出幺蛾子。可这次的大雄却不同，看到胖虎累得像头狗，大雄化身电动小马达，用知识就是力量，带胖虎一路风驰电掣，还将蓝胖子误伤送上了天。大雄今天要把好事做到底。3人来到空地，大雄轻轻一扇，小型龙卷风就形成了。大雄以身试险，还真的乘着风飘了起来。独乐乐不如众乐乐，胖虎静香也加入了飞行的行列。这一切都被小伙伴们看在眼中，于是大雄就地画圈，让龙卷风来得更猛烈些吧。众人越飞越高，大雄拿把伞跳进去，伞竟然没有伞架。小夫还来了波空中冲浪，却遇到了飞行的忍者。有人玩自己的，那就有人撒狗粮。只要手中有把伞，哪里都能泡妹子。不知道当年可以对抗孙悟空的芭蕉扇被当成了玩具，铁扇公主是何想法？摔得不成人形的蓝胖子现在是满腔怒火，看着迎面走来的大熊，蓝胖子一把夺过扇子，就开始猜想大熊的罪行，什么裙下好风光，破墙壁神器，也不知道蓝胖子脑子里装的都是啥。气愤的回到家，蓝胖子一个平地摔。下班回家的老爸就看到了全家在门口聚堆的情景，只因为有家不能回，要问为何不能回，这就得好好问问蓝胖子了。那么小伙伴们知道有什么道具能解决目前的困境吗？不要走开，下集更精彩。外星人虽不在地球，但地球一直都有外星人的传说。眼前的这栋鬼宅让除了大雄外的3人头皮发麻。大雄难得神勇一回，不由自主地讲起冷笑话，那是真的冷，差点被胖虎老拳相向。原来大雄一直没跟3人在同一频道上，3人都有过撞鬼的经历。小夫在回家的路上差点被鬼宅2楼的鬼影吓得原地爆炸，而静香也曾见到过窗上怪兽的影子。至于胖虎，那就更神了，竟见证了鬼宅上空的飞碟，这绝对是鬼宅没跑了，很有可能就是外星人的秘密据点。这给大雄乐的，你们是鬼片看多了吧？遭此奇耻大辱，胖虎就要赌上10拳。活久见的大雄把数量提到了100拳，而后自信满满的转身走了。这时一阵妖风吹过，从鬼宅中飘出一张纸，纸上奇怪的数字，难不成会是外星人的暗号吗？静香担心大雄会输，可大雄自称人类高质量男性，不信迷信，信科学。回到家就看到蓝胖子神叨叨的在操控新道具，拿着机器中吐出的照片，就是左看右看上看下看，竟只是为了确认楼顶没老鼠。原来这都是无人调查火箭的功劳，简单来说就是个可以照相的无人机，用这东西拍老鼠也真是大材小用了。蓝胖子又让火箭飞到厨房，当着老妈的面吊铜锣烧，吃着偷来的食物。大雄觉得调查鬼宅有希望了。此时的小夫对暗号还是一头雾水，胖虎以为自己是最强大脑，结果也是个脑子里装了水的。胖虎可是赌上了100拳的尊严，绝对不准输。不懂就问，学霸果然才是真的最强大脑，分分钟就破解了暗号。而暗号真正的意思就是火星3个字。妥妥的鬼宅没跑了。大雄2人走在去鬼宅的路上，没想到铁打的蓝胖子竟然还怕蚊子咬。鬼宅看着虽瘆人，但蓝胖子可不认为里面会有外星人。大雄还没赢，已经惦记起100拳的事儿了。2人向着鬼宅进发。此时的虎父2人也是全副武装，胖虎更是要抓个火星人回家当坐骑，只为能揍大雄100拳。大雄2人来到鬼宅，蓝胖子放出无人机，从2楼窗户潜入，一顿操作，吐出一堆照片，可啥都没拍到。蓝胖子决定再去1楼看看，等着机器吐照片。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要出意外了，真的拍到了外星人，吓得2人嗷的一嗓子撒腿就跑。不到2米的小夫踩着胖虎潜入到鬼宅，周围漆黑一片，2人决定借点光壮个胆。可就是这一照，外星人呐！还好胖虎胆大，发现了原来是个模型，接着又发现了飞碟。灯光突然亮起，家主出现，原来家主是拍特效电影的，偶尔还会试飞模型。
因为太忙，经常不回家，才会让虎父二人以为是鬼宅。而关于那张暗号的纸，其实是棒球比赛的比分罢了。这下胖虎知道自己输了。此时的蓝胖子想起来，道具还在鬼宅外呢，两人偷偷潜回，可两人都害怕的要死。就是这么巧，虎父二人戴着面具从旁路过，一个是输掉赌局心里赌，一个是亲眼撞鬼心里怕，只希望第二天不要遇到对方。可就是这么巧，那么小伙伴们相信宇宙中有外星人吗？